Valkyrie 瓦尔基里一直是一家冲劲十足的品牌啊，从他们推出的产品也能够看到不少的野性。那这一次是 Valkyrie 第2次来到了 Computex 早会的视野之中，就来让我们一起来了解这一次 Valkyrie 在 Computex 2025有哪一些新东西要和我们一同分享吧。如果你们时常观看我的节目，那肯定对 Valkyrie 瓦尔基里不会感到陌生。一直以来，我对 Valkyrie 的感觉就是总是能在各方面给到我们不一样的惊喜，而不论是将2次元融入到产品外观之中，还是它首次亮相带给我们的性能震撼，甚至是前阵子一口气推出了7款风冷产品，而 Valkyrie 就是能不按牌理出牌的，突然给用户一个大惊喜。就如同这一款 AQ125 一样，这是一款售价十分低廉的单塔4热管风冷，但说真的，从外观到质感上的感受，你不会觉得它十分的低廉最让人惊喜的部分还是它出色的散热性能表现。我之前甚至拿它来压9950 S3D 了。AQ125 本身采用了单塔4热管直触的设计，在热管的部分也做了偏移设计，使得安装风扇时完全不会遮挡内存，同时还采用了一体式顶盖设计，整体看起来简约又不失美感完全不像是只售卖79人民币会有的设计。标配的风扇为 BA12， 最高转速1600 RPM， 提供了黑白双色的选择，除了无光的版本之外，也有带 ARGB 版本的型号，而且是连顶盖 logo 部分都有发光，目前已经开始贩售，感兴趣的朋友也可以下单购买了。而作为 Valkyrie 的常驻合作媒体，现场还有一款是我还没有正式体验过的散热器，就是这款 DQ125， 延续了 AQ125 的设计风格与风扇搭配，并将规格升级到了双塔双风扇6热管的配置。现场工作人员悄悄和我透露了它的售价确实是让我吓了一跳。但由于 DK125 还得等到2025年6月至7月份才上市，所以具体售价部分这里还是暂时给各位卖个关子。至于它的散热性能表现，目前还不得而知要不是现场没有测试平台让我体验，我是有点恨不得马上就给 DQ125 进行测试。不过既然同家族的 AQ125 表现如此亮眼，那 DQ125 的表现应该还是值得期待的。对此感兴趣的朋友也不妨让我知道当然不必多说，我肯定是会给各位做上手的体验分享，因此各位还是可以期待一下。除了风冷散热器之外 ，Valkyrie 的老本行水冷肯定是少不了的。而这一次展出的新品就是这一款带速显屏的 G1A 系列水冷本身是采用了软件控制的速显屏输出，同时屏幕也能够进行360度旋转。标配的风扇则是 B12， 最大转速为2150 RPM。同样的，还是暂时无法得知它的散热性能表现，具体的上市时间也暂时不得而知。价格的部分也同样还是没透露估计还是在入门端的价位。这一次 Valkyrie 并没有展出太多新东西，可能是因为之前就一口气推出了7款风冷了所以在 Computex 暂时就没有展出新品其实 Valkyrie 一直都在准备新产品的开发与设计，而我在之前其实也看到了一些手板产品。不过既然 Valkyrie 还没有拿出来展示，我这里也就不做剧透了，只能期待这些新品的到来。那以上就是 Valkyrie 瓦尔基里在 Computex 2025上展出的内容了对于新展出的 DQ125 风冷以及 G1A 360速显系列水冷有什么看法，也欢迎在底下留言评论告诉我当然也不要忘了持续关注和订阅我的频道。我们下期 Computex 早会内容报道再见。